今天和大家聊聊在皇宫里发生的一场妃子革命。这位妃子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文秀。那么，她有没有成功呢？结局又是什么？淑妃文秀是满族鄂尔德特氏端公的女儿，她于1922年入宫，入宫时才13岁。文秀进宫后，溥仪一开始对她充满眷恋，经常去她居住的崇华宫与她亲密交谈，对她关心有加，就像对待妹妹一般。鉴于文秀渴望求知，溥仪为她聘请了专业的汉文和英文教员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溥仪发现文秀有许多逾矩越轨的想法，开始对文秀有了反感，对她的态度也开始逐渐转变。最初他关心文秀的学习不是为了她成为学者，而是给她作为自己消遣的一种方式。实际上，溥仪所需要的是御园中俯首帖耳、言听计从的右路，而单纯的文秀希望能像一般人一样，过着平凡自由的生活。然而在帝王之家，这种合理的愿望却难以实现。再加上后妃争斗，使得他的危机慢慢浮现出来。在很多次后妃争斗中，溥仪明显的偏袒婉容，导致文秀多次吃亏。当溥仪出宫探亲或游园时，按理应带上皇后与皇妃，以展现皇室的团结。然而，这类备受瞩目的活动往往更集中在婉容的身上，而文秀则被置于一旁。自1925年起，在天津的几年里，婉容与文秀的冲突逐渐升级，几乎演变成了不共戴天的局面。溥仪在天津下榻于张彪的私人花园，他们三人住在园中的一座3层楼的小洋房。他与婉容同居于2楼，而文秀则被放在楼下。溥仪的厚此薄彼的做法是显而易见的。还有一次，在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，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，这时有太监奏报，淑妃在虐待他自己。溥仪生气地回应说，他惯用这伎俩吓唬人，谁也不要理他。显然这时候的溥仪对于淑妃文秀的行为已是恩断情绝。溥仪也坦言，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，而经常不到文秀所在的地方去。这明显显示出他对两位妃子的偏袒和不公。文秀郁郁寡欢，整日以泪洗面，觉得活得没意思。溥仪发觉后，一方面派太监紧密监视文秀，一方面允许他的胞妹老庆王的孙媳文山进宫，开导他的胞姐。文山频繁前来，为孤独的文秀带来了一丝生气。他带来了许多好消息，开拓了文秀的眼界。文秀不再自怨自哀，而是开始秘密寻找逃离囚犯的生活。姐妹俩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，最终制定了周密的出宫计划。1931年8月25日中午，文秀在中堂通知开饭，太监却显得怠慢。按理说，在皇妃失宠时，太监霸凌也不足为奇，但文秀仍感到愤怒，她高声抱怨，讨厌。溥仪似乎察觉到异样，愤怒的传谕：欺君之罪该死，朕将赐你死矣。文秀听后非常气愤，他拿起一把剪刀想了结自己，却被太监迅速夺下。文秀就开始大哭大闹，溥仪无可奈何，只好派太监找文山前来劝解。下午3时左右，文山向溥仪和婉容表示，他姐姐日夜哭泣，劝说不灵，请溥仪容许他陪姐姐出外散心。溥仪一时发善心，当即同意。文秀与文山只随带一名太监乘坐溥仪的专车，直奔国民饭店。车辆停在门前，两人匆匆走进37号房间。太监跟随进去时，文山正色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淑妃就留在这儿了，还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呢。”太监面如土色，但也束手无策，只是频频磕头，请求皇妃回宫。好不容易逃出的文秀怎么可能听从？他从袖中取出3封信，告诫太监，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。此时文秀聘请的律师张绍曾、张世俊和李红月步入房间。文秀的举动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在清宫中引发了巨大的冲击。溥仪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，淑妃整夜未归，简直是皇帝的奇耻大辱。他派遣大批太监和随从前往国民饭店搜寻，随后转移到老庆王的府邸，对文山的居住地进行搜查，但都无所获。
而文秀与文山早已从后门溜出，找到了安全的住所。晚上，溥仪召集身边的贵族遗老们，开了一次御前会议，商量对策。在座的贵族们无不义愤填膺，认为这是圣朝所不能容忍的丑闻。然而面对现实之下，却无可奈何。最后决定委派律师出面与文秀的律师对话，争取达成和解，尽量将事情缓和处理。会后，陈太傅在溥仪的授意下，命溥仪雇佣的法律顾问林廷琛等人负责此事。第二天，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。有报道称，皇妃因无法忍受帝后的虐待和太监的威逼，策划逃离，并聘请律师协助离婚。在这段期间，双方律师一直处于紧张的调解过程中。溥仪曾派代表见文秀的律师，企图说服他们，溥仪与淑妃伉俪情深，绝无虐待之事，请不要误会。律师们表示，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妃子是绝不会回去的。如果溥仪先生还想和解，那只有承认他完全自由，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溥仪无计可施，只得不再坚持不许离异一条，但提出为溥仪的身份起见，不准起诉，不许登报声明。文秀方面则除了坚持不回宫，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费50万。最后，经过双方律师2个月的磋商，终于签订了和解议案。一、自立约起，双方完全脱离关系。2、溥仪支付给文秀5.5万元终身生活费。3、允许文秀带走常用衣物和用品。4、文秀返回母亲家居住，永不再嫁。5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。6、文秀撤回要求法院调解的诉状，今后不得再提出诉讼。文秀离婚后虽然过回平民的生活，但仍维持宫中的习惯。后来她用傅玉芳的名字去了北平私立4存中小学，教授国文国画课程，把整个身心的爱都献给了孩子们。但不久她被发现就是末代皇妃文秀，每天引起众多人来学校围观，记者也来报道。最后她不堪压力，辞职离开了学校。辞职之后，仅仅芳龄24岁的她，在刘海胡同的四合院里过着隐居的生活，但还是被发现，甚至于还有人向文秀求婚，但因为和溥仪的约定，通通拒绝。她后来不能继续维持奢靡的生活，只得去做各种粗活，最后去街头卖香烟，却又被记者曝光。后来与理宗人部下少校军需官刘振东结婚，文秀当起了家庭主妇，但时局动荡，家庭破产，2个人在10平米的房子里度过了20多年清贫的生活，直到1950年因病离世，年仅44岁。文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过教职的皇妃，这是千百年来在皇帝宫中前所未有的一场妃子革命。文秀巧妙地利用当时民国的法律、人权和人道来捍卫自己的权益。溥仪事后深感惋惜，回想起文秀早年与我离婚，到后来没有曾成为婉容第2。我认为这不仅是他的一次胜利，也标志着他幸福生活的新起点。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。如果您喜欢，请记得订阅和点赞，我们下次见。